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民宿。听到这个跟画面没对起来的声音，大家应该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吧？没错，我的 GoPro 又没收到声音啦，所以一样会用这样旁白的方式陪伴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咯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PGSV， 为什么会来这边呢？因为无忧说这里有模拟比赛的路线，想来玩看看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来一场小比赛啦。那开始前不要忘记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路线规则吧。这里的比赛路线分为3个等级，有休闲组、中阶组跟进阶组，或者说是精英组。3个组别分别用绿色、黄色、橘色的胶带来区别。而我们会依序从最简单的组别一路往上爬，看看我们能爬完多少路线。接着我们来看看休闲组的第一条路线吧。这是一条基本功路线，大概 V3 左右的感觉。可能因为我第一步是用跳的关系，导致这条路线看起来很难，但其实可以 match 下面那个点，再出左手静态过去。通过这里之后就是中规中矩路线啦，只是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是一条容错空间蛮大的路线。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我跟 Hans 在处理手顺上的差异。他这边直接出了右手 again， 而我则是选择比较保守的出了左手，导致会有多几步手顺要处理。但这样也没什么不行，就是比较花时间就是了。接着来看到休闲组的第2条路线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把画面切成了4等份。会这样分的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的手顺实在太多元，每个人的爬法都有些许的差异，所以4个人都放上来给大家比对一下咯。接着是休闲组的最后一条路线啦。这条路线相对于上一条路线来说，解法就很单一了。这条路线看起来在外倾的版面上，但因为脚点都很大的关系，所以减少了角度的影响，又加上手点几乎都是倒拉的好点，方便你的二头肌出力，轻松就能走上去。唯一的小难关在出手三角形地形上的小点时，会需要小小的动态，所以这条路线算是3条路线中的中间难度，也是爬法最单一的路线。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玩盘，因为我手比较长的关系，所以直接用跳，而其他人则是先上了左脚才出手。那3条路线爬完之后，休闲组就结束啦。一组总共只有3条路线而已，那我自己分别给这3条路线 V3、V1、V2 的难度评价，的确是休闲组的难度呢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往下一个难度迈进吧。接着是中阶组的路线啦。中阶组的路线开始比较有点难度了，不像休闲组那么轻松。这条黑色路线是一条有点指力的陷阱题，玩攀看似好抓，但一冲动上去才会发现中招了。玩攀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好的 slope。其实这条路线的玩攀是有一个比较稳定跟静态的爬法，但我们在第2轮的尝试中才发现，这边因为我是第一个爬的关系，大家都会参考我的 beta， 结果一参考我的 beta 想要尝试冲玩攀看看，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中箭落马。那这个稳定的解法其实就是把本来在低处的左脚上来跟右脚换脚，让右脚去踩起攀点，做一个侧身的动作，这样就可以稳稳的站起来啦。只能说冲动是魔鬼啊，看到大点就想冲，很容易中陷阱的啊。接着我们看到中阶组的第2条路线，由灰色地形起攀，接续蓝色的沿点的一条路线，需要用到推身的技巧来抵达 zone。
抵达中之后的这个上高脚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关，无忧跟一休都可以轻松上高脚。右脚上去之后，坐点慢慢的把重心往左后，再慢慢站起来。这颗手点基本上也是个小陷阱，它的左上角比较好抓，慢慢摸上去。那这边比较娇小的人需要再上右脚再去玩攀，这边玩攀就没什么陷阱了，一个大点直冲就可以了。OK， 那就玩攀了。这边可以看到我第一次尝试，有点爬得不太稳定，核心没有好好的控制身体，脚还没有踩到脚点。这边稳定后出手小点，接着转成推撑，这边撑上来没什么问题，倒是下一步上高脚问题就大了，脚抬不上去，只好先用膝盖顶上去，但后面的点没有好到可以把我拉起来转换姿势，把膝盖换成脚底去踩。卡在这里摸索了一下，觉得不太行，就索性放弃了这个爬法了。第二次尝试时反而推不太稳定，手还差点没抓稳重点，滑了一下。那这次努力尝试使用上高脚的爬法去爬这条路线，跟上一次相比，这次算是一半把自己撑到悬空了，才把左脚勉强放上去。可以看到我右脚其实已经离开脚点了，慢慢调整身体的重心之后，抓到这个说好不好说烂不烂的手点，接着缓慢的换了脚，看了看玩攀，觉得在攻击距离内，最后直接卖手长玩攀。那我们来看到中阶组的最后一条黑色路线，是一条摆荡跑跳路线，起攀位在上面的箱子下方，接着要降落在左侧的箱子，让身体持续往前走来去抓住重点，但同时需要用左脚踢住左侧的脚点来刹车才能停下来，所以如何摆荡让身体向前是一个难关，降落之后又是一个难关。刚开始尝试这条路线的时候，比较难掌握的是跳出去之后身体的走向如何控制跟发力，虽然看影片看起来好像有点样子，但其实实际上还差得很远，终究还是差那临门一脚。这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神人 Josh， 他是美国 Ninja Warrior 的参赛选手，请他来示范一下如何跳这一步，并跟他请教了一些小技巧。经过他的指点跟几次练习之后，大概掌握到了一些摆荡的技巧，很像跑步一个叫 The Share 的动作。其实只要力道够，身体自然就会被往前带，中间不要有停顿或害怕，就可以达成这个动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精英组的路线吧。第一条这一条是一个紫色路线，左脚坐点之后出左手扶一下，把重心往左边偏过来，双手 match 之后，左手移下来，让左脚改成踩点的方式，让身体转动。右脚踩高出左手，左手右脚维持张力之后，让身体往前走。这时候维持一个不平衡的方式出了左手，有点开门的换了脚，然后把右脚踩上这个箱子 match 重点。最后要出右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边重心有点高，没办法维持住平衡，出手必会开门，那每次都是掉在这个位置上。那我们来看看无忧是怎么做的。那无忧这一条路线在前半段就比较辛苦一点，不太清楚为什么，他可能不太习惯做这边这个动作，在前面这半步调整比较久一点。那这边左脚踩的地方也调整好之后，右脚踩出手，左手倒拉，然后这边它方式不太一样，就是先双手倒拉之后出右手，是比较稳健一点的爬法。然后这边一样跟我一样是 match 之后，他们两个的爬法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对，他上了左脚，所以他可以用左脚踩住那个点来防止开门。那我的左脚就抬不起来，柔软度太差。那最后换脚之后一个 cross 大点晚盘，这条路线大概是一条 V6 等级的路线吧。接下来让我们看到这条黄色不知所以然的路线，起盘就是个难关，有两种解法，像这样跳推是一种，另外一种是像这样，先冲出去之后右手去推，然后踩，
但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有点难。那我们在经过几次尝试之后都没有结果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尝试这条路线了，把握时间去尝试下一条路线。好，来到今天最后一条白色的路线，这条路线的难关在于从这里开始 cross 这个箱子的 slope 有点蛮烂的，然后要交叉过来把重心移过来，控制身体把脚慢慢抬起来，然后踩上去。之后这边要出左手上，那这边无忧就调整比较久，然后左手一拉，踩点右脚上之后呢，右手推，左脚再上高，让右脚踩高。之后这个坐点把它坐稳，慢慢的就完攀了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